这次和大家聊聊如何简单的突出自己的优势。我们都听过一句话，相声里面你是做饭最好吃的，厨子里面你是唱歌最好听的，歌手里面你是最会说相声的。这句话听起来感觉很有意思，但是仔细想想，这句话背后还是有一些东西可以讲的。那我们一起来思考一个问题，一个普通人该如何突出自己？根据这个问题呢，我将自己整理的几点分享给大家。第一点呢，就是做好本职工作是你应该的，这并不能体现出你的特殊性。那我们这里面有3个例子哈，比如研发人员张三，他技术非常的高超；厨师张三做饭很好吃；歌手张三唱歌很好听。如果我们单单的说一个人这3点的话，其实这个人并没有什么特殊的，因为他本来就应该如此。研发人员就应该技术高超，厨师就应该做饭好吃，歌手呢就应该唱歌好听。但是呢，如果张三在本职工作以外，同时还具有一项其他特点，那他就会被我们很容易的记住。比如说，研发人员张三会说脱口秀，而且说的还不错；厨师张三不但做饭好吃，而且唱歌还非常好。那歌手张三呢，他特别会说相声。是不是当张三分别加上这3个特点之后，我们就对张三有了格外的印象，而且能记住他呢？那第2个点呢，就是关键的时候，你的其他特长会给你大放光彩。这句话怎么理解呢？可能大家都遇到过，在大学的某次活动啊，我们专业的老师呢找不到某个人员来完成这场活动的策划和运行。这时候呢，恰好你的爱好之一就是能匹配到老师的需求。那这个时候呢，老师就会让你来进行尝试，而基于这种机会，也恰好是可以把你突出来的。那例子2呢，就当你的工作中呢，可能遇到了一个业务问题，而你呢，又恰好在这业务的方面有长时间的学习了解，只有你对这个业务或者说对一个新业务特别了解。那基于上面2种情况呢，其实都可以在某一些关键时刻能特别的突出你，并让你大放光彩。第3点呢，就是往往别人记住你的其实并不是你的本体，而是你的业余特长。我们还是来举例子，我们记住一个人的时候呢，通常会给这个人定义一些标签。比如说哈，我们举例子，张三这个人长得很高，长得很帅，富有，爱心，善良。我们单看这个人的这几个点，其实在我们脑子里面的对这个张三的形象是比较模糊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上面这些基本都是静态的描述，它并不生动，而且也没有画面感。但是呢，如果我们给张三增加一些其他的标签，比如说张三这个人玩游戏玩得特别特别好，他呢弹吉他也贼棒，说话非常的幽默有趣。我想当我说到上面的3个生动的标签之后，是不是你的脑子里面一下子也就想到了生活工作中的某个人呢？这就说明呢，这3个标签非常的生动，你通过在某一时刻想起这3个标签的时候，就能想到这个人。那第4点呢，在同群体里面，你是最特别的那个。什么叫特别呢？我们这里举了几个例子啊，比如说你这个人特别招人讨厌，那别人一定会记住你，也同样能突出你。你这个人呢，特别的讨人喜欢，或者说呢，你这个人又特别的能说会道。那基于上面的4点思考呢，我这边认为，我们为了能突出自己，需要有一种能力，这种能力呢，叫做多层跨界能力，或者说也叫做特点标签。那我这边呢，做了3个分类啊，第一个叫做本层，第2个叫2层，叫3层。本层的意思就是我们举例子叫做厨师做饭好吃，厨师这个行业是你的本层，而且你厨师做饭好吃必须是理所当然，而且这个能力也是必不可少的，必须是在你守住本层能力以外，再去扩展上面的其他几层。那我们来举例子，什么叫做2层跨界呢？2层跨界，第1层叫做你的本层，第2层呢代表你的跨界层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举例子啊，你是敲代码里面最懂业务的，你的本层呢是敲代码，对吧？这是你应该的，而且呢这是你必不可少的。同时你的跨界层的能力是最懂业务的。那什么是3层跨界呢？其实也是以此类推。首先呢，保住你的本层，然后呢，你有厨子的能力，做饭的能力和唱歌的能力。这2点呢是基于你的本层以外扩充出的2个个人标签。一个人通过多层跨界就可以很简单的突出个人特点，也能加深他人对自己的印象。而且当他需要在某一方面交流的时候，他想到的第一个人可能就是你。
但是呢，事物都是有两面的。比如说，一个人精力是有限的，注定不可能处处开花结果。所以呢，这面一定是首先应该在守住本层能力的前提下，再去发展自己的其他层面。而且呢，其他的跨界层面也不要超过2层。你超过2层以外，一定是哪一层面都做不好，注定是贪多嚼不烂的。最后呢，基于本次分享的观点，我整理了一些自问自答，可能大家存在的一些疑问。第一个呢，可能有的人会问不应该是在一个层面的持续的投入和增长，并做到专精，这才是你最大的优势吗？而并不是你去跨界的去学习多个方面。那我的回答是，首先我同意上面的这种观点但是呢，我又想强调，在一个行业持续投入并做到专精，这注定不是大多数人都能做到的。而我们要讨论的是如何突出个人的优势和特点，重点是在如何突出，而那最好的方式就是增加自己的能力标签。第二个呢，可能存在的一个疑问就是，如果我没有特长爱好该怎么办？其实这个问题呢，我的回答是，你并不是没有，而只是还没有发现。这句话呢，可以理解成是一句废话，因为它不可以反证。我想说的呢，其实可能是你尝试的太少了，或者说你了解的时间和学习的时间还不够让你发现其中的兴趣。首先呢，你应该做好一个假定，比如说花多长时间去尝试。如果在这个时间范围内呢，还是不喜欢并且找不到兴趣点的话，那你就应该继续尝试和继续寻找。那我这边呢有个补充，就其实我们都需要找到自己的观众，而你做的每一件事情呢，世界上都有很多和你一样感兴趣的同群人，只要你把你做的这件事情分享出来，就会找到你的观众。而且呢，同群人之间的交流也会更加促进你的投入，同时更加增加你对这件事情的兴趣。那说到这里呢，我的思考整理就已经到此为止了。最后呢，还有一句话想跟大家分享，就是希望每个人都可以做到平凡不平庸，普通而有趣。好的，那我们再见。